师傅，您老再不说实话，我可真回寺里继续睡回笼觉了。滚！老衲的米缸都被你吃见底了，再不下山，菩萨都要给你化缘续粮。善缘，我看是银钱缘。第10个了。大小姐，府邸到了，老爷与夫人想必已在府中等候。我的儿啊！你是娘，我是娘啊！对不起，娘很久都没去看过你。你爹和2位兄长公务外出未归，你妹妹身子不适，正在歇息。我知道了。我的院子在哪儿？你住的院子在这边，那便是你妹妹婉晴的院子，就在你隔壁。姐妹俩住得近，也方便走动。你看看院里还缺什么，只管跟娘说，娘立刻给你置办齐成。劳您费心，眼下没什么可补的。再差的住处，我也不是没住过。杜生，你是不是在怪我们？我说不怪，那是谎话。只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年你们再也没来看过我，一次都没有。是娘对不住你，只是你妹妹婉晴出生后身子骨弱得像小猫，3天2头的病，我们寻遍名医都不见好，后来没办法去求了护国寺的大师。那大师说，你命格孤煞，八字太硬，易冲撞体弱之人，若与你亲近，婉晴便养不活。娘也是慌了神，才把我忘了。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我理解他们对幼女安危的担忧，从道理上说，我可以接受这个解释。然而，我不接受。杜生，你一路奔波累了，好好歇息吧。等你爹和兄长们回来，我们再过来看你。进。老奴赵氏给大小姐请安。老奴是夫人的陪房，长着内院人事。夫人心系大小姐，特吩咐老奴拨一批伶俐得力的丫头来伺候您。大小姐，这是婢子们的名册和大致情况，您且随意挑拣，若有不合心意之处，随时可换。3魂7魄，竟只剩最后1魂4魄在勉力支撑。说吧，哪儿来的孤魂野鬼，附在这姑娘的身上多久了？与你何干？去！让我来看看，你这只霸占他人肉身的鬼，长什么模样？你是厨房老李家的儿子吗？是他，那个半月前失足落井的李栓子，难怪觉得小环这几日行事怪怪，说话腔调都变了。魂息离散，破物忘停留，敕令主。
阳有序，生死有分。既知生死，为何不入轮回，反要强占他人躯壳，徒增罪业？你不是从寺庙出来的吗？佛家讲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我与小环的事是我们自己的因果，你凭什么多管闲事？哦，忘记告诉你了，我除了拜在南禅寺主持门下，另好有一位师尊，道号玄虚真人。所以谁告诉你我只是个佛门弟子？福生无量天尊，我乃佛道双修。那你更应该明白情之一字，超越生死。我对小环一见倾心，生前无缘，死后能与他用同一个身体长相厮表，有何不可？你既修佛，为何就不能成全我这点心愿，非要赶尽杀绝？成全？你口中的长相厮守，就是抢占他的身躯，磨灭他的意识，让他成为一具承载你私欲的空壳。你说佛家讲慈悲，可惜了，我师父教我经文符咒，渡人渡鬼，但独独没教过我要对你这种强占他人躯壳，还自以为情深似海的男子讲慈悲。若有冤屈，去阴司诉说，但占据生者肉身，戕害他人性命，此路不通。大小姐，是老奴失察，让这等污秽之物进了您的身，老奴这就去禀明夫人，再为您仔细挑选一批干净得力的人来。不必麻烦，就他吧。是，大小姐仁慈，是老奴狭隘了。老奴先将他安置在厢房，请个郎中瞧瞧，待他身子大好之后，再送来贴身伺候。这些时日，您若有什么吩咐，只管先喊外院的几个3等丫鬟，您看这样可行吗？大小姐，可是觉得有何不妥？没什么，就是觉得嬷嬷处事周到，人很好。这个劳烦嬷嬷放在那丫头贴身之处，有助于稳固她离散的魂魄，免得留下病根。是，老奴一定办妥。你吓唬他们作甚？一群普通人罢了。这你就不懂了。我这人呐，天生一副菩萨心肠，最是慈悲，最爱看的就是别人被吓得花容失色的有趣模样了。真好啊，又回到长陵了。徐一珠，明日我便去拜访许家。谢谢你。如何？那孩子他还习惯吗？身边都选了哪些人伺候？夫人，大小姐性子颇为沉稳，并未多挑，只暂留了一个2等丫鬟在身边使唤。他还是在怪我，对不对？我知道我不是个好母亲，可当年送走他，我心如刀割，我也是不得已啊。夫人，此女命格奇特，煞气太重，冲克6亲，唯有置于佛前，以佛法徐徐化解，或可有一线生机。若留在府中，只怕熬不过半月。去，拿着我的对牌，即刻去请云锦坊的陈师傅来一趟，要他带上最新的料子，给杜生2体台衣，春夏秋冬的常服、礼服、旗装都多做几套，务必精致合身。再去真离阁，让他们把新到的赤金点翠头面、羊脂白玉镯，但凡精巧贵重的都挑出来，一并送到大小姐那里去。大小姐，这些都是夫人亲自过目挑选的，您看看是否合心意，若有不满，老奴立刻拿去更换。衣裳也都是按照您的喜好选的淡雅素净的纹样。姑娘，您瞧瞧，可还入眼？可以。还有一事禀告大小姐，老爷和2位少爷都已回府，稍后会移步过来与您一同用晚膳。徐一叔，你说他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人心是复杂的，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我猜想，他们大抵是心怀愧疚。愧疚。既然当初选择了舍弃，如今又何必做出这番情深意重的姿态？是为了让自己心安，还是演给旁人看？或许是两者皆有。当年送走你，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今对你的好，或许也是为了填补他们自己心上那块因为小女儿遗忘你而产生的愧疚。徒儿啊，你的孽缘呸，你的善缘已至，是时候下山了。师父，您给句准话，我这条命究竟还剩多少时间？哎，为师不是说了吗？善缘到了，自会明了。阿弥陀佛。世间万般境遇，皆为修行。下山去，经历便是功德。师父，您莫不是收了别人的银钱，要把您这不成器的弟子给打包卖了？罪过罪过，为师何时狂语过？你在佛前这18年，借着香火愿力，勉强镇住了命格和体内的凶煞。然，此法如滴蓝红，非长久之计。若20岁前寻不到那人，觅不得那唯一的解脱之道，届时纵是佛陀再现，为师也无能为力了。寻到那人后，那解脱之道又是什么？不可说，不能说，不必说。你的路终须你自己去走，才能找到答案。去吧，记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诸相非相，即是真相。明日我再问最后一次，希望师父您今晚能好好思量，究竟要不要对我说实话。否则弟子可真就赖在寺里不走了。左右不过2年多光景，正好伴着晨钟暮鼓，在师父的米缸旁安心吃喝等死。大小姐，老爷、夫人和公子们都过来了。杜生，这是你大哥江之远，这是你二哥江之恒，请进。杜生回家了就好，往后若有什么短缺，想骗制什么，只管跟你娘说便是。好。杜生，你妹妹婉晴身子还有些不适，怕过了病气给你，今晚就没一起来用膳。改日再让你们姐妹相见，无妨。这些年家里虽没不曾去看你，但每月都给南茶寺送了足够的份例银钱，你怎么衣着如此？因为我将他们都用于布施行善了。师父说，唯有积累足够功德，或能稍稍压制我这不祥的命格，求得一线生机。这些年让你独自在寺中清苦，委屈你了。确实，最初那1-2个月，我总是坐在寺庙的山门石阶上，从天蒙蒙亮，一直等到日头西沉，山影吞没，最后一道霞光。后来我发现，你们再也不会来了，也就习惯了，自然也就不等了。几位慢用，我出去走走，消消食。是我们对不住这孩子，我们欠他太多了。就算我们亏欠在先，他这般态度也太过失礼了。从见面至今，连一声父兄都不曾唤过。你方才为何要骗他们？说书唱戏总要凄惨些才好引人唏嘘，不是吗？
其实，我刚才席间所说，也并不全是假话，只不过，往往还未等足半个时辰，目光便会被山道旁那些游荡徘徊的孤魂野鬼勾了去。他们比起山下那条空空荡荡、永不会出现亲人身影的路，有趣的多了。凡我所失，终非我有；既非我有，何妨放手？不属于我的，即便曾经得到，也终将失去。而那些真正属于我的，无论绕过多少弯路，最终都会抵达。夫君，我昨日心绪纷乱如麻，竟将最重要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竟是忘记与杜生提及婉晴和燕昭的婚事了。明日楚家便会正式登门送聘了，此事不能拖。你待会儿便去杜生那儿与他分说清楚，总要让他有个准备，免得临时知晓，心中更难接受，也与婉晴生出不必要的嫌隙，徒增家宅不宁。这门婚事原是杜生的，可如今偏偏燕昭与婉清两情相悦，情根已深，这也是强求不来的缘分。无妨，杜生那孩子瞧着是个明理的，他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和难处。夫人，大小姐可起身了，我来看看她。回夫人，大小姐她一大早就出门去了。女儿昨日才归，人生地不熟，能去哪里？劳烦通传，我想见你们家夫人。请问姑娘您是？你只需带一句话进去，许一硕让我来的。去，我们家大小姐归名，岂是你能随便叫的？她远嫁天水城多年，距此千里之遥，怎会托你前来？莫要在此胡言乱语，速速离去！你额头日月角低缩，复原早断，应在你5岁那年秋日与水相关。你眉淡且散，兄弟宫暗淡，应是家中独子。现在可以去通传了吗？恕我演说，不知姑娘是哪家千金，又如何识得我家遗书？晚辈江杜生，劳烦夫人并退左右。现在可以说了。许遗书托我带句话，娘，我想回家了。娘，我想回家了。遗说，你记住，天水路远，人心叵测。倘若有一天你真的后悔了，你就找人给娘捎这句话：娘，我想回家了。届时娘就是拼了一切，也定然派人去接你回来。一说他出什么事了？他死了。不可能！若真出事，王家为何不曾报丧？为何？不会的，去年年末我还收到了遗硕的家书，他说他在天水一切都好，还说等他夫当王瑞来年年底述职回京，便一同回来省亲。3个月前，他无意中发现王瑞豢养外室，争执间被王瑞失手推搡，后脑撞在墙上，当场就没了气息。不，我不信！许一树死后，王瑞对外宣称他是因病亡故，一面扮演着深情，一面却日日宿在外室的榻上。2个月前，我途经天水城时，遇见了魂魄徘徊不去的他，因执念太重，难入轮回，就这么不上不下的困于人世之间。江姑娘，你的意思是？他的魂魄此刻就在这里。天地无极，乾坤借法，真形显现。遗珠，我的儿啊！江姑娘，仙师，我求求你，让我摸摸他，让我再实实在在的抱他一次，就一下就好。将此符佩戴在身上，可保你不被阴气侵蚀。许姨说，给你半炷香的时间续话。娘，女儿错了，当初不该一意孤行，不听您的劝阻，执意要嫁给那王瑞。是娘没用，明知那天水城山高路远，却还是心软让你嫁了，是娘害了你。娘，请您一定要派人去将女儿的遗体从那个肮脏的地方带回来，我不要留在王家的祖坟里，光是想想都觉得恶心。好，你放心，娘让你阿兄亲自去办这件事，一定带你回家。来人，立刻派人去寻老爷和少爷回府，就说家里出了天大的事。许一说魂魄不宜在外久滞，我要将它收入骨笛之中，这只养魂笛能滋养他的魂魄，防止魂魄继续消散。好，一切都依姑娘所言。
许夫人，我先告辞了。待贵府将许一川的尸体顺利运回，再遣人寻我。届时我为他做法事，助他魂归地府，重入轮回。适才多有失态，语气不好，还请江姑娘见谅。来人，是。报酬就不必了，他已经付过了。在天水城时，用的是王瑞藏在书房地砖下的私财。大恩不言谢。若寻我，可到礼部尚书府。礼部尚书府，江度生。来人，是。夫人有何吩咐？去库房将那匹御赐的月光纱，还有那套红宝人头面找出来，差人送到礼部尚书府，指明交给江大小姐。是，去办吧，仔细些，莫要张扬。姑娘，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确实，是你自己从他身上下来，还是我动手把你从他身上打出来？小娘子，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呦，走路不长眼睛啊！看不出来啊，是个行家。大师，您就行行好，高抬贵手放我这一回呗。这人八字轻，我就是图个新鲜，借他的身子玩半个时辰，见识见识这长陵城的景象，玩够了腻了，自然就走了，保证不伤他性命。好啊，我对鬼魂一向最宽宏大量了。老实点。怎么回事？这人怎么突然倒了？是中邪了还是发病了？占了别人身子玩玩，你这玩法代价是他的阳寿精气，玩够了，他也该油尽灯枯了。这是怎么了？识海深处传来了繁中梦。姑娘，这人方才还好好的，突然间就晕厥了过去。来人，将他扶到一旁阴凉处，速去请个大夫来瞧瞧。有劳，既然如此，我便先行一步了。你叫什么名字？谢近辰。世子，大夫说那男子元气有亏，才会突然昏厥，休养几日便可无恙。去查一下，方才那位姑娘是哪家府上的？是。说吧，姓甚名谁？怎么死的？为何要强占凡人躯矣？大师饶命啊！小的就是个天生的倒霉短命鬼，名叫王大壮。我生前就因为长相丑陋，家境贫寒，别说娶妻，就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好不容易死了，就想找个好看点的皮囊，系半个时辰，去酒楼里吃点好的，再看看风景，然后就乖乖去投胎了。小的对天发誓，真没想过要害人啊！就是刚才看到大师您实在生得太好看了，小的这心里痒痒，一下子没斩住自己，才出言不逊。这么说，并非有意作恶。对，我才上那人的身不过半炷香时间就遇上了大师您，我绝对不敢伤人的。我可以为你施法，暂时塑造一个可供驱使的躯体，实现一道自行消散，期间不准伤人，不准惊吓妇孺，更不准再做调戏女子这等下作事。如有违背，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但是，你得替我去查一个人。大师，您是想让小的去打听那位谢公子的情况？嘿嘿，大师，您莫非是瞧上人家了？你是不是想立刻再死一回？跟我回府，回去便替你剪纸成型。好。对了，忘了告诉你，方才打入你魂体内的是追魂符，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九幽黄泉，我也能将你揪回来。不敢，大师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小的万万不敢，打死也不敢跑啊！杜生，你回来了，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了？有什么事吗？娘是有件事想跟你说，是关于和你指腹为婚的楚家燕昭，他和婉清不知怎的情愫做暗生，两情相悦了，所以你们是想让我主动将这门婚事让给他是吗？不是让，是成全。杜生，他们是真心相爱，强扭的瓜不甜。原来这叫成全啊！师父常说我命带凶劫，这18载光阴看似安然，实则是向天借来的时间，而这代价就是要我渡遍众生。还记得去年7月14，我在河边遇到个溺水女子的鬼魂，她非要我帮她给心上人捎信。可笑的是，
那男子在他死后半月就娶妻了。从前我渡的都是游魂野鬼，今日我便当渡一回人吧。这婚事送他又何妨？杜生，娘的乖女儿，是爹娘对不住你，你放心，娘一定会补偿你的。你想要什么，尽管跟娘说。我累了，那你好好歇着，娘就先走了。繁琐强求，皆为心魔。行了，别晃了，我现在就给你捡个身体。去吧。大师，这脸，大师，这脸怎么能比我那本来就已经很磕碜的原身还要丑上3分啊？这走出去，别说吓唬小孩，怕是连隔壁村的狗都得被我吓跑3条街。哦，算你倒霉。本大师现在心情欠佳，难免有失水准，你就暂且先将着用吧。什么人啊，这是还大师呢，就知道欺负我这种没人疼没人爱的短命鬼。许一树，你说可有什么法子能让我彻彻底底的脱离江家，家人除外？为何一定要离开呢？我愿意离寺下山，有一部分原因是想看看这因果纠缠的家字之下，是否还有我半寸容身之地。如今看来，答案已经分明，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也没有暖我之心。万念纷杂，不可乱我心。若我当初能有你此刻半分清醒，看出那所谓良缘背后的虚妄与算计，当断则断，或许也就不至于落得今日这般身死异乡的下场了。父母为我取名一硕，取自一世一家，盼我觅得媒妁良缘，多么美好的期许！可惜镜花水月终是虚影，良缘成了索命的枷锁，一世一家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奢望。江姑娘，你若真想脱离江家，又不想背负不孝忤逆的骂名，不被那些礼法俗之所诟病，你就得站得足够高，高到让江家女儿这个身份再也无法定义你、束缚你，甚至需要仰望你；高到让礼部尚书府都只能成为你身后的背景，而非头顶的穹干。站得比尚书府还高。大小姐，夫人和二小姐过来了，已经到了院门口。请他们进来。杜生，这是你妹妹婉晴，身子刚好些，听说你应下了那件事，心里过意不去，非要亲自来谢谢你。姐姐，多谢你成全我和燕昭哥哥。难道真是自己灵力有所致赐？杜生，二位还有什么事情吗？也没什么要紧事儿，就是婉晴这孩子心里感激，又想着你初回长陵怕是闷得慌。过几日长陵有个赏花宴，是郡主府办的，请了不少年纪相仿的公子贵女，最是热闹雅致。娘想着不如带你一同去散散心，也好多认识些人。你妹妹也去，正好可以给你做个伴儿，姐妹俩也好多亲近亲近。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是啊，姐姐，那宴会可好玩了，还有从南方来的戏班子呢。好啊，去看看也无妨。正好我也想要弄明白这长陵城之中让我看不透的面相到底有多少。好啊，杜生啊，那到时候宴会上若是有相熟的人家或是哪位夫人问起你和燕昭的婚事，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问起，我便说是我自己体弱，又与佛法有缘，自觉配不上良人，故而主动提出，自愿将这门天作之合的姻缘让给了江婉晴，是这样吗？知道了，只是会不会照做，可就不一定了。好孩子，晚膳想吃什么？娘亲自下厨给你做，或者叫厨房炖点补身子的汤。哪还需要用什么晚膳？看见你们二位
我已经饱了。二位若无事，就请回吧，我有些乏了，要歇息了。杜生，你好好歇着，娘明天再来看你。娘，你看他那个样子，冷冰冰的，说话还阴阳怪气，一点也不好相处。我不喜欢他。不许这么说，你姐姐她愿意把婚事让给你，你要记着她的好。她这样是在怨我，怨我这个当娘的偏心。没事，以后日子还长，娘会加倍补偿她的。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你为何执意要离开了。人心生来就有偏向，本不稀奇。10个手指上有长短，父母对子女也很难做到全然一碗水端平。可你母亲她这心偏的，未免也太过了。无所谓了，只是眼下身上银两尽缺，处处掣肘，实在不便。不行，得出去转转，看看这长陵城里有没有哪个傻子啊呸！看看有没有哪位与我佛有缘的有缘人结个善缘，化点缘来使使。你且留在屋里，借着安魂香的余力，好生养养魂体，稳固根基。明日若有机会，再带你出去放风。这位姑娘，是想问姻缘还是问前程啊？我都不问。我给你银子，我给你算一卦，若我算的不准，这银子白送于你，如何？哟，这倒是新鲜事儿。说是吧？就是啊，谁不知道这徐半仙儿在这儿摆了半年摊，这姑娘怕是要自讨没趣喽。也罢，老夫今日便与你结个善缘。姑娘既然有此雅兴，便请开口吧。若真算得准，老夫也认了。你额角、日月角滴血，若我未曾看错，你应是在幼年，约摸7、8岁上下，便以父母双亲俱逝。你眉淡且散，眉尾下搭，兄弟宫虽有牵连，却显疏离。你应尚有一位兄长在世，然你们兄弟2人早已分家另过，情分淡薄，甚至多年不曾往来。再看你妻妾宫平胆无肉，且有隐约的横纹截断，你此生应是无妻无子，孤寡到老之相。哼，小姑娘倒是打听得很清楚。老夫在此摆摊半年，这陈年旧事我也与人说过，只要稍加打听就能打听出来。哦，街坊邻里连你命宫中那道显示35岁有一生死大劫，幸得贵人相助方能化解的痕迹也清楚。你究竟是谁？你山根左侧有一颗几不可见的小黑痣，此乃客死异乡之兆。道长，你并非长陵城人士吧？而且你故乡应在西南方向，且近水。如何，老先生？我这一卦可还算得准？姑娘，不，仙师，方才是在下有眼无珠，冒犯了仙师，还请您千万海涵，大人不计小人过。无妨，我并不是要与你为难，只是想借你这摊位一用。仙师您请，您尽管用，能用小老儿这摊子是小老儿的造化。今日出临贵地，结个善缘，免费算一卦。方才内幕虽然惊人，但保不齐是这老头和这姑娘事先串通好的戏码，专门演给咱们看的。哦，免费算卦有意思，来，给小爷我批2句，就算算小爷我今日运势如何，可有桃花运啊？此时楼台当聚水声。姑娘，您府上在何处？在下有一位好友，家中近日出了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便请高人都束手无策。若姑娘得闲，可否请您一步一关？明日午时我还会再来，届时你可带你那位好友过来。只不过明日解惑便要收费了。一定，明日在下必定携友前来。抱歉，明日恐怕还得借你的摊位一用。这个端做明日的租金。仙师，您这是折煞小老儿了。您能用这摊子是小老儿的福分。不瞒您说，这酒楼掌柜是小老的旧识，许我在此摆摊并不收钱，您千万别客气。只是仙师方才点破的那客死异乡之兆，实在让小老儿心中难安。斗胆请教仙师，这劫难可有法子能躲过去？小老儿日后又该如何自处？西南300里是你生机所在，记住，明年开春后莫进大江大河，尤其要避开行船之事。如果他日遇到一片杏树林，不妨进去走走。
若见到有人出殡抬棺，并非凶兆，反是你的造化，切记莫要回避。多谢仙师指点，仙师恩德，小老儿没齿难忘。还愣着干什么？立刻让所有出去寻找大小姐的人全都回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夜之事全都给我烂在肚子里。若是让我听到外面有半点风言风语，你们就提着脑袋来见我。都下去吧。是。杜生，你去了何处？哟，这么热闹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院子里半夜唱大戏呢。不过深夜带着这么多人齐聚我这小院，不知是有什么大事。杜生，你去哪儿了？方才许家特意派人送来了厚礼，说是感谢你，东西我们都给你送来了，可你人却不在。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晚去哪儿了？还有，你什么时候识得了许家的人？我啊，刚刚觉得月色不错，出去抓鬼了。二哥，世上真的有鬼吗？他说的是真的吗？别听他胡说八道，装神弄鬼吓唬人罢了。好了，志恒，你妹妹胆子小，先带她回去歇息。杜生，过来，爹有话要问你。我累了，不想说。许家送我的东西放下，你们出去。父亲，时辰确实不早了，妹妹想必也奔波累了。有什么事，不如等明日大家都冷静些再说。是啊，夫君，杜生肯定累了，让他先歇着吧。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哼，走。夫君，你说，杜生他刚才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他真的会抓鬼？大师，我查到了。大师您好眼光。您让我打听的那位谢公子，来头可大的吓人。他是国公府的世子爷，他母亲是已故的永安长公主，当今皇上是他嫡亲的舅舅，那可是正经的皇亲国戚，天子外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位谢世子他至今尚未婚配，不是没人想嫁，是嫁不了。听说国公爷替他相看了不少名门贵女，结果那些姑娘不是突然得怪病，就是意外摔跤破响。最玄乎的一个，刚下祖宅就走了水。女方家护国寺的高僧子来看，您猜怎么着？高僧说强行婚配恐有血光之灾，这亲事啊就这么耽搁下来了。小姐，汇报完毕。世子，一个国公府的世子爷，身上怎会有那般浓郁的紫气？有点意思。大师，你居然还养了别的鬼，那我算啥？这位鬼友有礼了，我叫许遗书。我叫王大壮。今天这事儿办得不错，消息很有用。本大师现在心情尚可，便兑现承诺，给你重新捡个身体，保管比你原来的好。真的，谢谢大师，大师您真是菩萨心肠。我要个俊朗的，像今天那位谢星子那样啊，不，比他稍微差一点点也行。大师，我不要当女子，我要当男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您怎么能给我捡个女子的身子？这让我以后怎么见鬼啊？不是，怎么见人啊？你这鬼，好生无理取闹！你生前不是自诩相貌丑陋，娶不到媳妇儿，遗憾终生吗？如今本大师大发慈悲，给了你这般顶好的相貌，你非但不感激，反而还嫌弃上了。再说了，你这新身子走出去，保准比很多真女子还引人注目，有何不好？出去找外面守夜的丫鬟，就说你是我新来的贴身丫鬟，让他们立刻准备热水，我要沐浴。哦，属下等奉命暗中查探那姑娘的踪迹，但追着追着，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遮挡，最后跟丢了，请世子责罚。哦，连你们都能跟丢的人，看来他是真有些不寻常的本事。着人暗中留意长陵城之中眉心带有朱砂痣的年轻女子。是，世子，一车公子来了，说有急事求见。让他进来。阿晨，我跟你说，我今晚遇到一个女子，一个看面相的姑娘，她算得奇准无比，我觉着她说不定真能帮你看看。慢慢说。
怎么回事？你是没看见他那气度，清清冷冷的，说话就跟念寄语似的，可每个字都砸在人心坎上。那徐半仙在他面前跟个老鼠似的，坏了！我当时光顾着震惊和后怕，后来又急着来告诉你，竟然忘记问他姓甚名随府上何处了。只记得他说明日还会去那摊位。阿晨，你怎么了？难道你不信？逸月，你所说的那位姑娘，眉间是不是有一颗朱砂痣？你谢锦晨，你什么时候也偷偷学会了算卦看相了？居然连这都知道！大小姐，奴婢小环，多谢大小姐昨日救命之恩。我不喜人近身伺候，你平日只需负责院中洒扫，有事我自会唤你，无事不必进屋。是，奴婢明白了。大小姐，大公子来了，让他进来。杜生，这些你拿着，以后缺什么短什么，或是想添置些什么，不必居士，直接跟大哥说。什么意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当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刚回来，家里许多事让你受委屈了。不用，我自己有银子。你要出门？刚到长陵，许多地方不熟，我让几个稳妥的仆人跟着你。不必。对了，听闻你未来的妹夫今日要来府中下聘，这样的大日子，你这个做大哥的不去前头帮着张罗张罗，瞧瞧热闹？杜生，你也是我的妹妹。去，远远跟着大小姐，务必确保她安全。若非必要，不要打扰她，只需随时汇报她的行踪。是。大师，快救我！他们调戏我，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男啊，不，良家妇女啊！又来个更绝的。小美人儿，一个人啊，跟哥哥们去喝杯茶，听听曲儿如何？阿弥陀佛，诸位施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欺辱弱女子是要下地狱的，勿造口业，勿行恶举。出家人，哈，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看起来清冷高洁的出家人了。不知道撕开这层皮，里头是不是也跟咬鸟一样？啊！兄弟们，一起上！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但倘若施主听不懂佛经，我也略懂些拳脚功夫，或许能帮诸位开悟一二。大师，您太厉害了！走了。大小姐这身手，哪里需要人保护？真来了！我还以为他今日不敢露面了呢，瞧着比昨晚更不好亲近了。他身后那女子是谁？丫鬟？怎么走路怪里怪气的？让开都让开！没看见我家大小姐来了吗？挤什么挤？仙师，您来了。今日只算3卦，在此也与诸位结个缘。我叫江渡生，渡生渡死，渡人渡鬼的渡。好大的口气！渡生渡死，哪个江家？没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啊！他不是个疯婆子吧？3卦可问生死迷途，可解困厄为难，可断未明之缘。现在开始。姑娘，你刚才说你能渡鬼？姑娘，我家最近不太平，自从我那儿媳妇走了以后，家里就闹鬼，半夜总有女人哭声，东西莫名其妙掉下来。我请了好几位大师来看，做了法事，贴了符，可都没用。那东西反而越来越凶了。大师，您能抓鬼吗？多少银子我都给。把你儿媳的生辰八字写给我。就是这个。此八字显示，命主乃自缢而亡，且是含冤负屈、怨气冲天之相，对吗？
大仙，您真是神了！他就是自己想不开，在房里上了吊。那他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未了，还是舍不得我儿子？您快说说，怎么样才能让他安生啊？他并非有心愿未了，他是怨气难平，要带你们一起走，尤其是你。大师，您得救救我，救救我们全家啊！你额窄眉蹙，心胸狭隘，容不了人，权高无肉，刻薄寡恩，把牙翎纹身锤，口角带煞，言语如刀，最善诛心。你那儿媳生前怕是没少受你搓磨刁难，动辄打骂，最终被你逼得走投无路，心生绝望，才一根麻绳了断了自己。我说的可对？哎，你胡诌，血口喷人！我不算了，我看你就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哎，站住！你想走？问过我和我大小姐了吗？你可知道，敢欠修道之人银子的后果？轻则霉运缠身，重则那厉鬼说不定今晚就趴你床头跟你算账。多少？看你印堂发黑，死期已现，命不久矣。这卦收你1000银子便好。大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是我以前糊涂，对他不好，求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吧，我还不想死啊！我度苍生苦厄，可惜独独不度恶人。这一卦已了，银钱放下，请吧。大师，您说您渡人，那您能帮帮我吗？何事？我心悦一位姑娘，我们两情相悦。她虽家境贫寒，但性情温婉，勤快孝顺。可我娘嫌她家穷，怕拖累，以命命相逼，坚决不与。我既不能违逆母亲，又不愿辜负所爱，心中煎熬，寝食难安。大师，您说我该如何是好？这姻缘难道真的就断了吗？孝字当头，并非枷锁；情之所钟，亦非妄念。观你面相，山根稳正，主你本性坚韧，非朝三暮四之徒。夫妻宫虽暂被阴云所缚，但根基未损，红鸾心动之象仍在。但压制你姻缘的，并非天意，而是人言与固执。你母亲的阻碍，源自她对未来生计的恐惧，对门当户对的执念，此乃人之常情，却不是不可化解。那我该如何化解？你如今以何为生？在城西礼记书铺做抄写活计，偶尔也接些替人写信的活计。可有功名在身，或有一技之长，可傍身立业？除了识的几个字，并无特别技艺。困守一隅，则眼界受阻，寸步难行。你既时不将目光放远，我观你迁移宫隐有极光，主远方有机遇。东南方向100里外，或有文书、账房之类职缺。虽然要背井离乡，初期艰苦，却胜在稳定，能凭自身勤勉立稳脚跟，积攒家底。待你经济稍宽，能独立支撑门户，不再全然仰靠父母鼻息，再携真心与能力归家，与你母亲坦诚相商。届时，你已证明自己可担风雨，可养妻儿，他心中恐惧自会显大半。若那姑娘真心待你，必能等你；若你母亲见你成才自立，态度或可转还。此非违背孝道，而是以成长破僵局，以担当换认可。多谢大师指点迷津，我明白了。此前是我只知困守愁城，却未想过破局之道，再自身奋进。我这就回去准备，定不辜负大师今日点拨之恩。此卦只收1文，剩下的就当我祝你早些如愿。待如愿那日，定请大师来吃酒。路在脚下，好自为之。移动的紫气以及钱袋子终于来了，算什么？不算卦，但想请姑娘抓鬼。此处人多眼杂，不便详谈，不知姑娘可否移步到楼上雅间一叙？可以。今日3卦已毕，3日后我会再来。有心求解者，届时请早。江姑娘喜欢用些什么？有什么忌口的吗？不忌口。尽快送来。江姑娘，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的尸骨。谁的？抱歉，暂时不能告诉你。那我也没法和一个连基本坦诚都做不到的人合作。不知逝者何人，不明前因后果，恕我无法接受这般不明不白的委托。好，但今日所言关乎重大，还请姑娘务必守口如瓶。好。我要寻的是我娘的尸骨。你娘？你母亲的灵柩难道不该奉于皇陵之中，受皇室香火供奉吗？你是如何知道我娘的身份？怎么，
只准你派人暗中尾随查探于我，就不准我派鬼稍稍了解一下你吗？这丫鬟该不会是鬼吧？江姑娘见谅，派人探查实属无奈，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需确认姑娘并非对方派来的耳目。现在呢？你不是，你这样的人不会受任何人的胁迫，也不会屈就于那样的人之下。我可以帮你寻你母亲的尸骨。多谢，需要什么，姑娘尽管开口。报酬方面，多少银子都可以。我不要银子。不要银子，那要什么？奇珍异宝，功法秘籍。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我需要你每个月云之夜准时到我的住处，与我在同一个房间内待上1整夜。阿琛，你听见没有？他这是连名分都不打算给你啊，就要你每月去他府上同处一室。你可是堂堂国公府世子，岂能自甘堕落，做这等面首都不如之事？江姑娘，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实不相瞒，我虽自幼长于佛寺，聆听梵音，修习佛法，然我于某一字上未能清净，起了执念，犯了戒。许是自幼少见外人，一旦还俗入世，见这红尘繁华锦绣人物，这点痴念便如野草滋生，难以遏制。尤其每月月圆之夜，阴气盛而心魔动，格外需要凝视世间至美之容颜，以慰藉心魔，平复妄念。你这叫什么理由？看脸治病，还非得是阿琛的脸？我长得也不错啊，你怎么不找我看？事实如此，你爱信不信。原来如此，江姑娘这病倒是别致得很。只是，既然姑娘需要的是药，而非金银，这每月1夜的谢定，是否该有些额外的保障？比如，姑娘是否也该证明你确实有能力找到我想找的东西？可以。世子希望如何验证我的能力？很简单，3日后你随我去一个地方，若你能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的合作便按你提的条件开始。好，地点、时间。届时我会派人接姑娘。好。这家的糕点师傅手艺尚可，姑娘不妨尝尝。江大小姐在佛寺清修，为何突然决定下山还俗？谢世子，你怎么知道我是江家大小姐？自佛门归来，又恰好姓江，在这长陵城内符合这2点的，除了礼部尚书江大人府上那位自幼寄养寺中的嫡长女，谢某实在想不出还有第2人。江姑娘不吃了吗？谢世子，我不喜欢和聪明人一起用膳。江姑娘，我家世子命属下送来，世子还说下一回本世子争取做个不怎么聪明的人。大师，这我能吃吗？可以。好吃！大师，咱们这是去哪儿啊？不回府吗？抓鬼。啊！现在大白天的，你个短命鬼，自己活腻了上的吊，关我们什么事？死了还不安混，天天闹！我告诉你，你再敢弄出动静吓唬我，我明天就去请金山寺的大师来，打得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这人可暴躁！大师，咱们这是要帮这恶婆子收了儿媳妇。食盒拿来。怎么了，大师？您不是说随我吃吗？饿了垫垫肚子，等天黑。我那个，我都吃完了。王大壮，你很不错。啊！你是第一个敢抢我东西吃完的鬼。大师，冤枉啊！是您自己说我可以吃的，您没说不能吃完啊！我让你吃，没让你吃完。过来，天黑之前你去里面盯着，看看那怨魂的状态，
以及这家人的诚意。我去吃碗面。大师，我没有身体，现在是魂体，大白天的，虽然春日阳光不算激烈，但对阴魂有影响。拿着，能帮你遮掩些许阳气，撑到日落没问题。去吧，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大师，吓死鬼了！里面的女鬼煞气冲天啊，眼睛血红的。我就多看了一眼，她一个眼风扫过来，我这短命鬼差点就震散了。别废话，捡要紧的说。大师，王婆子今日回府后，立刻请了个半丢子道士，不是想超度，是想镇尸封魂。那道士在他们儿媳上吊的那间房梁上贴了符，还在房门口埋了浸过黑狗血的碎瓷片，想把她困死在屋子里，永世不得出来。结果那道士手艺不到家，符画错了关键一笔。埋瓷片的位置又冲了那女鬼的八字煞位，不仅没封住，反而把那女鬼所有的怨气全给激了出来。现在那间屋子跟个冰窖似的，寒气浓得化不开，那女鬼的魂体都在往外渗黑血，不是黑气，看着就快彻底化成厉鬼了。那王婆子也是可恶至极，都这样了，她怕归怕，嘴里还不干不净，一直咒骂她儿媳妇是扫把星，死了还害人。婆婆，为什么逼我？你现在心里有恨，但李秀娘，你心里除了恨，当真什么都没有了吗？你恨他们，是因为你曾信过情，盼过好，是因为你心里本是个会痛会爱的人，他们伤害你，是想把你变成和他们一样的污泥，而你现在的恨，正是你曾为人，未曾被污染的证明。杀了他们很容易，但之后你的恨会消失吗？不会，它会变成更深的枷锁，锁住你自己。他们作恶，自有他们的因果孽报，阳间的牢狱，阴司的刑罚一样不会少。但你若亲手染血，便是将你自己苦主的身份变成了与他们无异的凶徒。到了阎罗殿前，你这一身苦楚反会成为你亲手造的杀孽受罚。我并非劝你放下仇恨，这恨是你的一部分，是你受难的烙印，没有人有资格叫你遗忘。但你可以选择带着这烙印去你该去的地方，将你的冤屈、你的苦楚完完整整呈现出来，带你完成心愿，卸下重担，去迎接全新的未来。这才是对你而言最好的结果。好，真好，这样就够了。我要他们活着受罪，慢慢还，然后再去下头接着还。大师，送我去我该去的地方吧，这辈子太苦了，若有下辈子，我不要大富大贵，只求爹娘慈爱，家庭美满，平安顺遂。好，闭上眼睛。李秀娘，以此门为界，前尘旧怨皆留此案。等等，此物仅是一点心意，带着它，愿你未来如这桃木逢春，得遇暖阳，枝繁叶茂。李秀娘，此事已了，去吧。大师，您真善良。这样啊，那善良的我现在也顺手送你走，如何？不要啊，大师，使不得，我还没待够呢。这美好世界，这我还没给您当牛做马报答恩情呢，让我再留几天，就几天。杜生，正巧来为你引荐一下，这位是楚彦昭，也是婉清未来的郎婿。燕昭勿怪，杜生他刚回来不久，许多规矩还在熟悉，若有失礼之处，我代他向你赔不是。无碍，将来都是一家人。姐姐，方才在门口见着楚公子了。姐姐留步，我有几句提子话想跟姐姐说。今日燕昭哥哥前来下聘，府里上下都很欢喜。这桩婚事虽是阴差阳错，但如今既已定下，便是关乎我们江家女儿生育的大事。姐姐才回府，或许不知，妹妹知道，姐姐与燕昭哥哥从前并无交集，但如今难免有碰面的时候。妹妹别无他意，只是希望姐姐以后若是寻常遇见，能稍稍避嫌些。
尽量莫要与燕昭哥哥单独见面，以免惹人诽誉。毕竟姐姐刚刚才回家，若是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闲话，伤了咱们江家女儿的名声，也徒惹父亲和母亲烦心。姐姐能明白我的顾虑吗？江婉晴，你好像弄错了一件事。第一，这婚事是你们拿去的；第二，我对你们费尽心思拿去的东西没兴趣，更没兴趣碰。所以让开，你挡着我回去的路了。你站住！你这话什么意思？谁抢了？我和燕昭哥哥。好猫不挡道。你粗俗！好猫不挡道，这样够文雅不粗俗了吧？能听懂了吗？能让开了吗？你放心，你那未来夫婿在我眼里跟路边的石头没什么区别。不过抢来的石头可得看紧了，毕竟能被轻易抢走的未必是什么好东西，也未必真就属于你。大小姐，许夫人过府来了，夫人请您去前厅见客。知道了。大师，带上我呗，我也想去看看热闹。进去吧。多谢大师。杜生不愧是自幼受佛法熏陶的，这通身的气度沉静安然，言行举止更是妥帖得当。依我看啊，许多所谓的大家贵女，怕是都比不上这份从容呢。许夫人过奖了，杜生刚从寺里回来，许多规矩还在学，当不得如此夸赞。啊，江姑娘来了。许夫人，说来不好意思，我一见杜生这丫头就觉得格外投缘，心里喜欢得紧。不知今日可否请杜生去我们府上坐坐，说说话，也用顿便饭。是啊，我一见许夫人也觉得无比亲切。既然许夫人盛情，杜生也愿意，那便去吧。只是杜生刚回来，若有理路不周之处，还望夫人多包涵。江夫人放心，我定把杜生当自家孩子看。那咱们这就走吧，马车就在外面。江姑娘，实在抱歉，冒昧前来，又以这般借口将你请出府，无妨。可是许一树之事有了进展。是，一说的兄长前日连夜兼程，已将他的尸骨运回了长陵。另外，大理寺那边已将王瑞从妊娠所拿，马不停蹄地押解回京，眼下就关在大理寺狱中。可那王瑞自被抓获起，便矢口否认罪行。他只承认自己有了外室，被姨说发现后，夫妻发生争执，但他坚称姨说是当时气急攻心，突发心急而亡。他因害怕追究，才一时糊涂，对外谎称姨说未去世。他坚称自己绝非故意害人，只喊冤枉。原本我们想请最好的医师仔细验看姨说的遗体，希望能找到铁证。可谁曾想，那天水城地处南方，气候本就潮湿，不过短短数月，姨说他的遗体竟只剩下一具骨骸。大理寺的仵作已仔细查验过那具骨骨，回报说骨骨完好，未见任何明显外力所致的痕迹。从骨形上看，死者生前似乎并未遭受足以致死严重外伤。尸骨无外伤？对，怪就怪在这里。姨说明明是枉死，王瑞那畜生也承认了争执，可骨骸上偏偏找不到对应的伤痕，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具骨骸究竟是不是姨说的？可仵作推断，那骨骸的主人是位年轻女子。有意思。许夫人，可否带我去看看那具虎符？那海狐龟如今作为重要证物，正存在大理寺的殓房中，由专人看管，等候复审。外人怕是不便轻易查看。既是关键证物，存疑之处更需理清。我有办法查验一些常人难以察觉的痕迹。好，我让我家老爷想办法安排。只是大理寺规矩森严，可能需要些时间打点。无妨，我可以等。到时候顺带会一会那位坚称自己冤枉的王瑞。姑娘是说，骸骨或许能欺瞒仵作的验尸刀，证词或许能蒙蔽堂上官员的耳目，但活人心中有鬼，真话未必藏得住。好，我这就去安排，争取能让姑娘见上那畜生一面。江姑娘有劳久候，在下已与大理寺少卿交涉妥当，可拨出半个时辰，允姑娘前往临房查验。半个时辰，足矣。只是那位少卿严明，为事公正，防止节外生枝，他需亲自陪同前往，全程在场，怕是会扰了姑娘清静。无妨，有人在场见证，再好不过。江姑娘，殓房之地寒气重，且衙署之内人多眼杂，姑娘还未出阁，
是否需要戴一顶帷帽，稍作遮掩，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非议，损了姑娘声誉？许公子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皮相外物皆是虚妄，世人议论不过浮云，至于旁人是非之口，便如清风过耳，不沾衣，亦不入心。是在下思虑不周，姑娘见谅。马车已备在侧门，姑娘请随我来。寻儿，大理寺毕竟是衙门重地，人多眼杂，我不好与你们同去，你务必仔细些，多看顾着江姑娘。娘放心，儿子省得。姑娘，抱歉，绍兴大人有令，只允江姑娘一人随我入内，还请在外稍候。你在外边候着。江姑娘，又见面了，真是巧了。阿晨，江姑娘，你们不认识？认识。南巡，江姑娘，请。不必了。这不是许一说。王瑞那混蛋，他竟敢用一具不知从何而来的骨骸冒充遗说，埋在遗说的衣冠冢里。他到底把遗说的真正尸身弄到哪里去了？少卿大人，我现在可以去见见王瑞吗？可以。许兄，是我错了，我不该瞒着遗硕的死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我当真没有杀他。那日我们是为外事之事正治，他气性大，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一时情急，是推搡了他一下。可我只是想让他冷静，谁成想他竟突然捂住心口，脸色煞白，就这么倒下去，没了气息。我若知道他有心急，怎会与他争吵？我后悔啊！我只是怕说不清，怕前程尽毁，这才鬼迷心窍隐瞒了下来。但我真的没害他性命啊！你既说他突发心急，死于内室，当时情景想必记忆犹新了。是。那你告诉我，许一收生前可曾有过任何心疾病史？可曾长期服用护心丸药？若有，你作为夫君定然知晓；若无，这突发心急从何谈起？这或许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隐疾。好，即便是有无人知晓的隐疾，那我再问你。据医简记载，从发作到身亡，短则数息，长则片刻，期间痛苦异常，声响必不会小。你当时就在他身侧，他倒下前可曾发出痛呼？可曾有五心翻滚之状？我当时吓坏了，记不清了。王瑞，你可知，人死之后，若魂魄不安，怨念凝聚，会如何？他会徘徊不去，带着死前的恐惧、不解，还有对你浓烈的恨。他会一直跟着你，看着你。看着你如何用谎话欺骗他的亲人，看着你如何与新人欢好，看着你夜夜是否能够安眠。妖言惑众，这世上哪有鬼？没有吗？一说，真的是你。鬼啊！别过来！你别过来！不是我害你的。王瑞，你还记得吗？那日在徐府后园的梨花树下，你拦住我弟师怕，紧张的手心全是汗。你说你对我一见倾心，此生非我不娶。你说若得我为妻，必珍之重之，爱之护之，此生绝不相负。后来你3书6礼，郑重求娶，在我父母面前，你跪得笔直，指天立誓。岳父岳母在上，小婿王瑞得娶一说为妻，乃3生之幸，此生必竭尽全力护他周全，不让他受半分委屈。你当时清清楚楚地说，
我王睿在此对天起誓，此生唯有一说一妻，绝不纳妾，绝无二心。若违此事，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誓言犹在耳。王睿，你告诉我，那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报应何时才来？对不起，一说，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想杀你啊！那一推，我只是气疯了，我没想让你死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该死，我混账！畜生！那我妹妹真正的尸身，你到底埋在哪里了？在我府中院子里那棵梨树下。我怕事情败露，就找了个病死的年轻女子，给了她家人一点钱，把尸骨埋进了仪硕的墓里，冒充他。我想着，万一有人怀疑，开棺验尸也验不出仪硕真正的死因。少卿大人，凶手供认不讳，杀人过程、掩盖手段、真尸下落均已明晰，此案可否了结？人证物证俱全，供述清晰，自当了结。本官会即刻安排人手前往天水城找回许一厨的骨骸，与此前那具无名尸骨一并作为铁证。王睿杀妻欺瞒、调换尸骨、蒙蔽官府，数罪并罚，必按律严惩，绝不姑息。江姑娘，大恩不言谢，只是可否让遗书跟我回府？我们一家想……许公子，许一说的魂体虚弱，需在敌中静养，稳固魂元。待你们寻回他的遗骸，妥善安葬，了却尘世执念时，再唤我前往。届时，我可助他与家人做最后告别，送他安心往生。如此，便再劳烦姑娘，待寻回妹妹遗骸，必第一时间告知姑娘。阿兄，别难过，凶手伏法，我心已安，你们要好好保重。若无事，我便告辞了。江姑娘，我们之间3日后的约定就此作废。经过今日，你的能力我已亲眼所见，毋庸置疑。忙了一上午，想必也耗费心神，不知江姑娘可否赏脸，一起吃顿便饭？好。南巡，朕作谢。遗书的冤屈已明，真身即将寻回，他也算是得以告慰。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理好后面的事，别让二老再受更多刺激。我明白，今日谢了。江姑娘，大恩铭记于心。您既与阿晨有约，我便先行一步，待寻回遗硕遗骸，再上门叨扰姑娘。好。江姑娘，你才回长陵不久，此地人多眼杂，认识我这张脸的人也不少。若被人瞧见你我同行，恐有碍姑娘清誉，是否需要？世子多虑了，我行事但求问心无愧。若因畏惧人言，便裹足不前，遮遮掩掩，反倒落了下乘，失了自在。旁人如何看，如何说，与我何干？江姑娘豁达。近臣，这么巧，这位是江姑娘。你哪位？江姑娘，这位是楚彦昭，楚公子。彦昭，听闻你已去江家纳采提亲，那这位江姑娘，按理当是你未来的姐姐。哦，原来是楚公子，昨夜见过，怪不得有些眼熟。无妨。近臣与江姑娘这是……彦昭，抱歉，我们时间有些紧，就先失陪了。自然，二位请便。大师，门口撞见那小白脸，就那个什么楚公子，我看他看您的眼神，可不像带着什么好意，面上笑得跟朵花似的，底下指不定藏着什么算计，假模假样的。跟在我身边才几日，都学会看人面相，断人吉凶了。那不是近朱者赤，近大师者眼亮嘛。天天耳濡目染的，小的这眼珠子也得擦亮点，不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这家的江南菜和几道宫廷点心做得不错。随意即可。多点一份，给他。其中这几样非
分量备的足些，再另备一副碗筷。你倒是心善。那日他举止轻佻，换了旁人，即便不打得他魂飞魄散，也该施以惩戒。你不仅留他在身边，还顾及他这点口腹之念。你能看得见，鬼魂不是可以靠法术显形，而是天生目离异于常人，能窥阴阳，还是另有异程？看得见。幼时起，便能偶尔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影子和形迹，起初不明所以，颇受困扰，甚至险些被误认为患有癔症，心智有损。后来机缘巧合，遇见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他与我这串念珠，言其可镇守魂神，安魄定志。佩戴之后，虽依然可见，但他们多数会主动避开我，倒也清静了不少。可否一观？确实是好东西，以温和的纯阳灵力萦绕你周身，形成一层无形的屏障。寻常阴魂本能不许此气，自会远离。炼制此物并刻下这些符文之人，不仅道行精深，更深谙中和之道，用心颇为巧妙。难怪许姨父现身之时，你虽有亚色，却无寻常人应有的惊惧慌乱，原是早已见怪不怪。你的诚意我感受到了，现在可以开始说正事了。聪明通透，也不被世俗虚礼束缚，不愧是佛寺里养出来的。想必我母亲的身份你已有所耳闻，我便不再多说。我母亲产后缠绵病榻，不过数年便香消玉殒。此事明面记载，长公主医治葬入皇陵。然而经过我多方查证，方觉知当年送入皇陵的并非我母亲真正的遗体。那盗走你母亲遗体之人是谁？是我父亲，他暗中调换了我母亲的遗体，将真身藏匿了起来。而皇陵之中只是一具精心准备的替代品。谢国公。你母亲的生辰八字可有？最好是精确到时辰。有。昆娥南侵，离火引宗。你母亲的遗骨不在北地，卦象与灵犀所指，皆在南方，而且其气机藏匿极深，有强大的外力或特殊地势遮掩，隔绝天机探查。你父亲当年怕是请了高人布置，绝非随意研磨，要找到确切位置，仅凭八字推算远远不够。确实，这些年我从未停过追查。我曾7次潜出身边最顶尖的暗卫，沿着父亲南下的路线暗中尾随，可每一次他们即将触碰到那片地域的边界时，就会被无形的屏障阻隔。有时是山林间骤然涌出的浓雾，我的人会在某个湾突然失神片刻，待清醒时，父亲的踪迹便如同被凭空抹去，干净的仿佛他从未来过。此事妖孽。怎么了？此事很急吗？急也不急，我已等了10数年，不差这几日。好，那你再等2个月。2个月？待我从江家脱离出来之后，便陪你走一趟南方。脱离江家？好。不合口味？不是，只是每次一到月圆之夜，胃口便会莫名变差。晨期时还好，过了午时更甚。今日是15，那我今晚早些过去。不错，觉悟颇高，懂得体恤同伴。谢世子，就冲你这眼力见，哪日若不想当这劳什子世子了，应付那些繁文缛节、人心鬼运了，我们南桃寺的后山门倒是可以考虑为你开上一开。
江姑娘说笑了，既然胃口不佳，这些点心可还勉强能用些，或者我让人换些更清淡的汤羹。不用了，时辰不早，我该回去了。我让护卫驾马车送你回去。多谢。大小姐，您回来了，老爷和夫人正在花厅等您。带路。这边请。杜生，你回来了，可用过晚膳了，要不要让厨房再给你备些？哼，一天天不着府，就知道往外跑，像什么样子？有事说事，没事儿，我可不是专程过来听训的。你反了你了！爹，杜生刚回长陵，对诸事好奇，出去走走看看也无妨。只是日后出门还是多带些人，也免得爹娘担心。老爷消消气。对了，明日就是永宁郡主府的赏花宴了，帖子早就送来了。娘之前让人给你裁了几身新衣裳，料子样式都是最新的，待会儿就让人送到你院子里去，你看看合不合身，喜不喜欢，明日也好穿戴得体些。好。站住！你妹妹和楚世子的婚事已经正式定下，明日赏花宴，长陵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去，你去了，该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莫要丢了江家的脸面，更不要节外生枝。孽障！你看看他，你看看他这副目无尊长的模样。起初我怜惜他自幼离家，在佛寺清苦，想好好补偿他，可他呢，夜半翻墙出府，如今更是这般态度。他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这个爹？爹爹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女儿明日会多看顾着大姐姐些，定不让她在宴会上失礼。您消消气。大小姐，您回来了。小环，去给我找2床被褥来。是，奴婢这就去。可以了，下去吧。今晚无论听到什么动静，不必过来。还有，若夫人送东西过来，也不必唤我，收下即可。大师，您这么看着小的，是有何吩咐？过2日，等许家寻回许一树的遗骸，了却他的执念，我便要送他入轮回了。你呢？啊？你的执念又是什么？许一慧大仇得报，心愿已了，可入轮回。你逗留阳间，依附纸人，总得有个缘由。是想报仇，是有所牵挂，还是单纯不想走？要不趁这次机会和他一起走，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大师，你不能赶我走啊！我很有用的，真的，我还能帮你做很多事儿。你让我再多玩几天，不是多伺候你几天吧，求你了！要不我去替您吓唬吓唬您那个不中用的妹妹，保管让她夜夜做噩梦，或者我去您那个您父亲书房给她吹几口阴气，让她也难受难受。大师，我很有用的，您别赶我走啊！松开。别扯那些没用的。我问你，你真正的执念到底是什么？我就是个短命鬼，生前没做什么大恶，可也没积什么大德，稀里糊涂就死了。我最大的执念就是不甘心啊！我就想再活得久一点，看看这世间更多热闹，尝尝更多没吃过的好东西，哪怕是以现在这种样子，多留一段时日也好。我就这点念想。当然，如果能帮到大师，那就更好了。大师您法力高强，跟着您肯定有热闹看。行吧。等我从江家脱离之后，身边确实缺个打理杂物的管事。不过鬼魂之体长期滞留阳间并非正途，依附纸人终非长久之计，且与你自身魂魄亦有损耗。我可以，大师选我。我生前虽然没管过家，但我机灵啊，我学得快，我啥都能干，端茶送水、打扫庭院、跑腿传话、看门护屋。看门可能差点，但我能吓唬人。
大师，您就让我再玩几个月，等我帮您把事儿都理顺了，您再送我去投胎也行啊。行了，别嚎丧了，我还没死呢。去，让人给我烧些热水来。好嘞，大师您稍等，小的这就去，保准水温恰到好处。这谢敬晨这狗东西不是说会早些过来吗？现在都什么时辰了？怎么才来？亥时3刻，我以为这算早了。你坐那么远，是觉得隔空就能治病吗？是我思虑不周。你怎么了？你过来。我要怎么帮你？你把手伸出来。怎么样？可有好转？若是不行，你要恩将仇报？我是怕自己命格中自带的煞气，贸然接触恐将煞气过度给你，反令你更添苦楚。哼，就你体内那点煞气，进来就被我体内的……你体内也有煞气，且每逢月圆，便会如此发作。江姑娘，你早就知道了，对吗？知道我身上有煞气，或许还有别的我不知道的东西。你每月15让我过来，根本不是为了看什么莫须有的病，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借我这股气来的，对吗？不然呢？谢世子难道以为我真是闲得发慌，每月15找你来看星星看月亮？你命带紫薇贵气天成，却又煞气缠身，阴阳交织，乃是世间罕见的镇煞之体。恰好我体内也有些不太听话的东西，每月须得借你几分贵气镇一镇，你我各取所需，互利互惠。我之前说看脸治病，可没说谎。你这张脸，连带你这身命格气运，确实能治我的病。放心，对你无害。你这紫气源于命格，生生不息，借我些许镇压阴煞。于你而言，或许还能减轻些煞气孤客之象，算是互益。至于你身上的煞气，全当我心善，顺手替你驱除了。哼。谢公子，男女大防，你就将就将就吧。好一个男女大防！大
大小姐，您醒了吗？夫人遣了赵嬷嬷过来，说是要为您梳妆打扮，待会儿好去永宁郡主府的赏花宴。让她进来吧。老奴给大小姐请安，夫人命老奴来伺候大小姐梳妆，有劳。长陵城的贵女，老奴也算见过不少，可大小姐这般容貌气度，竟似天上明月，半点儿不输他们。江姑娘真是天人之姿。江姑娘，今日宴会人多眼杂，要不你也给我捡个纸身子，我陪你一起去吧，总能帮你看看。不必，你与王大壮情况不同，他魂魄完整强韧，且执念纤薄，依附纸人损耗不大。你怨念虽解，但魂体虚弱，强行依附外物，只会加速魂力消散，与你轮回不利。安心在敌中温养，待你兄长接你回家。长陵的贵女圈，我生前也略知一二，有真性情的爽利人，可那表面笑盈盈，背后捅刀子的也不少。攀比、算计、流言，有时比刀剑还可怕，你一切小心。确实，人心可怖，比鬼当诛。走吧。哎呀，杜生，你这一打扮起来，娘都快认不出来了，真是不输长陵城任何一家的贵女。过誉了，娘，您就只知道夸姐姐。女儿今日这身衣裳头面可是挑了许久，您都还没仔细看呢。瞧你这孩子，还吃起味来了。我们婉晴当然也是顶顶好的，这身樱粉色最衬你，娇俏动人，娘看着就欢喜。走吧。好了，快走吧，别误了时辰。杜生，到了赏花宴，人多眼杂，你记得谨言慎行，莫要与人争执，也莫要提及不该提的。哎呀，这便是江大小姐吧？真是好模样，这通身的气派，竟比画上的人儿还标致。可曾读过什么书，习过什么字？回夫人，自幼长于佛寺，不曾读过四书五经、女诫女训，日常翻阅最多便是佛经典籍，闲暇时也看些抓鬼画符、风水堪舆的杂书。抓鬼画符？江大小姐当真是性情独特，有趣的紧。你在看什么？你能看见我？既已身故，为何滞留阳间，不去往该去之处？我叫孟雪烟，家父乃国子监司事孟清溪。孟姑娘，你是如何亡故的？说来怕姑娘笑话，我是自己从城外的落霞崖跳下去的。江姑娘，我死后到处游走，偶尔能听到一些游魂低语，他们说这世间有一真正有本事的大师，心怀慈悲，会帮助迷途的亡魂了却执念，重入轮回。你能帮帮我吗？我并非贪恋尘世，只是心中有惑未解，有怨未了，无法安心离去。可以，你暂且跟在我身边，待此间事了再细说。多谢江姑娘，雪烟感激不尽。江姑娘，好巧。你哪位？
第2次了，他几乎可以肯定，江杜生是故意的。江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能成为第一个让姑娘记不住容貌的人，倒也是楚某的荣幸。那楚某便再自我介绍一次，在下楚彦昭，家父乃纯亲王。昨日在酒楼与姑娘和近臣有一面之缘。哦，江姑娘留步，姑娘与谢世子似乎颇为相熟。楚世子有这般闲情逸致，操心我与谢世子熟与熟，不如多花些心思想想，该如何去哄哄我那位妹妹吧。杜生，你去哪儿了？眼看就要开宴了，莫要再走远。去，将2小姐寻回来，别误了时辰。是。你看，那便是我娘亲曾嫣然。有宁郡主，昭华县主驾到。诸位不必多礼，快快请起。江夫人，这位便是刚从佛寺归来的江大小姐吧？果然气质出尘，不同凡响。郡主谬赞了，杜生，快上前见过郡主。江杜生，见过郡主。哟，到底是佛寺里清静惯了，不懂咱们长陵城的规矩，见了郡主殿下就这般点了事？江夫人，您这掌家李氏是一把好手，怎的教导女儿礼数上？礼在心诚，不在虚行。佛前叩首万千，未必是真恭敬；人前弯折了脊梁，也未必是真尊重。我观夫人面相，家宅本应丰足，然眉间川字纹深锁，近期忧思惊惧过甚。你胡言乱语什么？简直不知所谓！好了，不过些许小节，江小姐快人快语倒是爽络。今日赏花为主，何必拘泥虚礼？江夫人，您这女儿颇有几分率真呢。多谢郡主宽容。好了，都别站着了，随本郡主去花厅吧。江姑娘，您方才那般说王夫人，据我生前所知，她可不是什么宽宏大量之人，素来睚眦必报，御史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最是厉害。若她在王御史耳边吹风，怕是会对江大人不利。无妨哟，我看我那便宜爹也挺不顺眼的，他若因此头疼，我或许还能得些清静。姐姐，方才你与燕昭哥哥在那边说了些什么？咦，你竟没被他3言2语哄住，还跑来问我，比我想象中的倒是聪明了一点点。姐姐，我与燕昭哥哥的婚事已是2家定下的事实，父亲母亲都点了头的，还望姐姐与他保持距离，以免平白惹人闲话。那我收回刚才的话，你还是挺蠢的。看在你我尚有一丝血缘牵扯的份上，我也提点你一句，趁早与你那燕昭哥哥退了亲事，他绝非良配。我就知道你突然回来没安好心，你就是觊觎燕昭哥哥，你休想！我告诉娘亲去。我佛慈悲，却渡不了蠢货。江2小姐对那楚世子用情颇深，您这般直言，她怕是听不进去，反而会怨恨于您。由她去，执迷不悟，终将自食其果。我的提醒，只说一次。开宴！
说起来，今儿这园子里的姑娘们，一个个真是花团锦簇，瞧着就让人欢喜。江夫人，您府上2位千金更是出挑，尤其是江大小姐，这般品貌气度，从前竟藏在佛寺，真是可惜了。想必如今上门提亲的门槛都要被踏碰了吧？哎呦，瞧我这记性，忽然想起一桩旧闻来。好些年前，当大写与醇亲王世子是不是还指腹为婚来着？还是2家老爷子口头说下的，当时可是传为美谈呢。只可惜后来，时过境迁，物是人翻喽。王夫人说笑了，那都是长辈们酒后的戏言，当不得真。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缘分。戏言，我可是记得真真的。当年江老爷子与老王爷交好，酒后指着说要结亲，多少人都听见了。对了，当时还交换了玉佩来着。怎么，江大小姐离京久了，这桩事便不作数了？不过也是，如今楚世子与江二小姐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就是嘛，提她作甚？只是这姐姐的婚事倒让妹妹成了去，也是缘分奇妙，佳话一桩啊。王夫人，您似乎对旁人的陈年故事格外上心。不过是闲聊罢了，江大小姐莫要介意。不介意，只是觉得夫人您的记性似乎时好时坏，记得住别人家10数年前的酒后戏言，却记不清我方才提醒夫人理清家宅，静心凝神。看来夫人此刻心火须焚，肝气郁结于目，怕是晚间又要多梦惊悸了。至于您说的姐姐的婚事，妹妹成了，此言大谬。姻缘天定，人事纠葛，个人有个人的缘法，也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旧日一句戏言，如同春日落花，风过无痕。有人执着于拾取早已零落成泥的残瓣，还以为是珍宝；有人却只向前看，前方自有更广阔的天地，又何必回头计较那一点尘埃？更何况，我自幼长于佛前，聆听的是佛法梵音，见惯的是青灯古卷，心中所求早已非红尘俗世之小情小爱。王夫人以己救人，用后宅夫人的心思揣度于我，未免太小看我了，也小小了佛法。说得好，江小姐心性通透，见识不凡，果然非常人。旧事已矣，未来可期。今日赏花宴，只谈风月，不论其他。来，诸位尝尝这道新贡的蜜酿，清爽宜人，正合这时节。是。江姑娘，您这般怕是彻底将王夫人得罪狠了。还有二小姐她，债多了不愁，况且有些人有些事不是躲就能清净的。今日春光正好，诸位夫人小姐能来，本郡主甚是欢喜。宴席至此，想必诸位也有些乏了。园中景致尚佳，诸位可再随意逛逛，或自便归家均可，不必拘礼。江夫人，江大小姐灵气逼人，谈吐不俗，与本郡主甚是投缘，想留她再说会儿话。夫人与二小姐可先行回府，稍后本郡主自会派人妥帖送江大小姐回去。郡主垂爱是小女的福气，那臣妇便先行告退。杜生年轻不懂事，若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郡主海涵。江夫人过谦了，本郡主瞧着江大小姐很是懂事。婉晴，走了。江姑娘，本郡主留你，并非只为闲谈。方才席间，你观王夫人面相，所言之事颇为一针见血。本郡主很是好奇，你在佛寺之中，除了诵读经文，莫非还修习了其他艺术？郡主特意留下臣女，恐怕并非只为闲谈，或是确认臣女是否修习艺术。您是想让臣女帮您寻人，又或是鬼魂？哦，江姑娘何出此言？本郡主要寻何人？郡主不必试探臣女，若臣女猜得不错，郡主今日设宴，起始目的，敌是为昭华县主择一良配。只是后来我与王夫人那番争执，让您看到了些许不同寻常之处，这才临时起意，将我单独留下，对吗？观郡主眉宇之间，
萦绕着一缕经年不散的忧思。非关自身，亦非全然关乎县主，乃是对故人的未解之念。若我猜的不错，郡主一直放不下的是一个人，哦不，应该是已故之人，是一名男子，年纪应比您稍长几岁，生前想必是位清俊儒雅的文士。江杜生，你可知欺骗本郡主，妄议宫闱秘事，是何等下场？郡主不信，亦是常理。这世间多的是故弄玄虚、招摇撞骗之徒。只是那男子腰间饰着一枚旧荷包，样式是再寻常不过的，青色细棉布为底，边缘也有些磨损泛白，上头绣的纹样并非寻常花鸟，而是几竿墨竹，竹叶寥寥，笔意却颇有几分清瘦风骨，绣工不算顶顶精巧，甚至有些地方针脚略显制作匆忙，但那份用心是藏不住的。荷包的系带是褪了色的黛蓝丝绦，末端还缀着一颗小小的青玉珠。他真的还在？他还好吗？不，郡主，我能看见他，亦能让您看见他，但天下没有白得的机缘。我想与郡主做一桩交易。说来听听。很简单，第一，我需要郡主在适当的场合承认并肯定我的能力，无需大肆宣扬，只需在日后有足够分量的夫人、贵戚、贵女面前，略微提及我为您解决了一点小小的烦恼即可，让长陵城这个圈子里的某些人大小知道，还有江杜生，他们或许用得上，也或许需要忌惮的本事。第二，在我需要的时候，请郡主以您的立场，对我脱离江家之事表示理解，或至少加阻挠，不随众非议。你的胃口不小，本郡主的事可不是那么好借的，更何况你如何证明你真有本事解决本郡主的烦软？仅凭能描述出的一枚荷包，凝神显形，暂通通阴阳，现。阿初，昭儿，清河，真的是你一直在这里。对不起，阿初，那病得太急，可我舍不得走啊。能看着昭儿长大，爹爹好欣慰，也好遗憾没能看你成婚。女儿好想您，娘亲她一直很想您。我知道，我都知道。阿初，你受苦了，把昭儿教养得这么好，我为你骄傲。不苦，只要你还在，我。郡主、县主，骏马爷的魂体已到极限，我强行显形并助其凝生，至多维持半盏茶。他魂力将竭，有话需尽快。阿初，听我说，这些年你们虽然看不到我，但我一直都在你们身边。如今还能与你们道别，我执念已了。往后要好好的，莫再为我伤怀。我该走了。不，清河，再等等。珍重，我的阿初，昭儿。江杜生，你的本事，本郡主见识了。那么，郡主的答案呢？你的2个条件，本郡主答应。第一件，本郡主会寻机为你造势；第二件，江家之事，本郡主不会干涉。若舆论对你不利，在合适的场合，本郡主会为你转圜一二。但今日之事乃本郡主私密，若有丝毫泄露，郡主放心，我与郡主的交易止于解决烦扰与借势自立。您的家事隐私与我无关，亦不会成为我口中的谈资。好，本郡主会派人送你回府。今日有劳了。
知不知道你今日在郡主府说的那番话，将我置于何种境地？你让我以后在那些小姐夫人面前如何抬得起头？他们都会在背后笑话我。燕昭哥哥又会怎么想？你面对我的时候，不是挺能说会道、牙尖嘴利的吗？怎么方才在赏花宴上，面对御史夫人那番暗藏讽讽的话，怎么反倒像个闷棍似的，一声不吭，只会事后对着我红眼睛？还是觉得，因为你我之间有那么点可怜的血缘关系，你在我面前撒泼哭诉，我就该忍让你几分，甚至该为你的愚蠢负责？你有空在这里挡我的路，不如回去好好练练口齿。若是天生有缺，就找个大夫治治。江度生，江度生，你做什么？为何推婉晴？她是你妹妹。这家子有脑子的果然没几个。你说什么？交给你了。站住！你把话说清。王大壮，给我拦住外面那几个蠢货！谁敢踏进这院子一步，就用你的阴气给我好好招待他们。得令，大师您瞧好吧。听见没？此路不通，再往前凑，别怪我口气熏天。退后，这不是活人。大哥，这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先离开这里。大师，您这出门一趟，又往回捡了一只鬼，这屋子都快成义庄了。孟妹妹，许家姐姐，你怎么会？徐姐姐，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你出阁了前，你那时笑得多开心，我们还约定要常通信，你怎么会这样？那人他在外头养了人，被我撞破，竟狠心推我，那畜生，他怎敢如此？我的事也罢，可你呢？你怎么也会？你遇到了什么事？是谁害了你？说来话长，就慢慢说。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活人的规矩，我们可以彻夜长聊。明日我便带你回孟府。劳烦通报江府大小姐江度生求见孟夫人。江姑娘，你也是官宦之家的小姐，当知礼义廉耻，为何要用此等荒诞不清的言论，哄骗蛊惑我夫人，使她神思恍惚，言行失据？你究竟意欲何为？虚室生白，魂映其兆，贤。你嫣儿，我的嫣儿！娘，别费力气了，我是鬼魂了，没有实体，再也无法触碰到您了。爹，我有疑问，尽管我心中早已知道答案，却还是想亲自来问您一问。嫣儿，真的是你？是啊，爹，我也是死后才知道，原来人若心有执念，不甘太过，魂魄便无法往生，只能浑浑噩噩徘徊于执念之地。我啊，在长阴城飘荡了许久，直到遇见了江姑娘，我才能回来问您这句话。爹，您可以回答我了吗？您执意要将我许配给那人，不听我半句恳求，在知道我跳下悬崖之后，在见到我尸身的那一刻的时候，您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嫣儿，为父自然心痛。你是我的女儿，我岂会不痛？婚姻大事
自古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父为你择选门第，考量前程，皆是出于一片苦心，是为了你将来安稳，为了孟家门楣。你年纪尚轻，不知世事艰难，怎能如此任性，置父母苦心于不顾，行此决绝之事？你让为父如何不痛，又让你母亲如何自处？你这是不孝啊！孟清溪，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怪女儿不孝，是你的面子、你的规矩害死了她。慈母多败儿，若非你往日纵容，她何至于如此偏激任性，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娘，您别哭了，也别再自责了。女儿不怪您，真的不怪。我知道您夹在中间有多难，您已经尽力了。嫣儿，你当真以为为父对你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爱吗？你以为你这些年看到的那些游记、地理志，甚至结夹杂在经史里的诗词画本都是哪里来的？若没有我的默许，你真以为单凭你娘能一次次瞒过得我的眼睛，把那些的东西偷偷拿进你的闺房吗？是我重规矩，讲礼法，因为我是孟清溪，是国子监司业。我这一生读的是圣贤书，行的是君子道，立身持正，一丝不苟，才有了今日的清誉与位置。这个世道对女子何其苛刻，一步行差踏错，便是万劫不复。你以为我为你择选门第，仅仅是为了孟家的名声？不，我是想为你找一个安稳的依靠。我替你寻的那户人家，嫁过去，你是正头娘子，上有翁姑可依，下有仆役可使，一生衣食无忧，安稳顺遂。这是为父能为你筹划最稳妥的将来。我让你学女诫，是希望你能懂得如何在夫家立足，如何免受责难。我严厉管束，是怕你行差踏错，惹来是非，毁了你自己。你说那些是捆你的绳子，可嫣儿，在这世道里，那些规矩何尝不是一层护着你的铠甲？为父只是用我以为最好的方式在护着你罢了。你要的自由，你要的两情双月，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如何能当饭吃？为父见过的、听过的悲剧还少吗？那些追求情爱而盲目远嫁，最终落得凄惨下场的女子还少吗？我如何敢拿你的终身去赌？我默许你看那些书，是知道你心思灵秀，关在闺中寂寞。我想着让你有些寄托，看看外面的山水，或许就能安心些，或许就能明白为父为你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稳日子。我从未想过那些书反而让你生了飞出去的心，最终害了你呀！老爷，你为何从不与我说这些？爹，听到您说的这些，我很开心。原来爹不是不爱我，只是您爱我的方式和我期盼的隔了千山万水，隔了一整套您奉为归公的圣贤道理。您想把您认为最稳妥的日子给我，却忘了问问我，那样的日子我是否愿意进去，是否能喘得过气。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那句话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爹，您用您的方式为我打造一个铜墙铁壁的堡垒，把我护在里面。只是这堡垒的砖石是冰冷的规矩，是别人的眼光，它太冷了，也太小了，小到装不下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不怪您了，爹，也请爹不要再怪娘，更不要怪自己了。这场悲剧里，或许没有谁是纯粹的恶人，只是我们都太固执地守着自己的世界，用错了力气，也错过了听懂彼此的机会。爹，娘这些年心里的苦不比您少，她既心疼我，又不敢违逆您，日夜煎熬。娘，爹他也并非铁石心肠，他只是被他的道理困住了，用错了方法。我该走了，江姑娘，多谢您带我来此，让我得以问出心中所想，也听到了不曾想过的答案，我的心结已了。江姑娘，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方才看着孟大人和孟夫人，忽然觉得你们的父母都很爱你们，只是这爱模样不同罢了。你的父母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疼惜，只想你平安喜乐，不受半点委屈。
而孟雪烟的父亲，他的爱更像一座规制森严的庭院，他倾尽心血为他搭建，一砖一瓦都不容一丝歪斜。他以为给了他最坚固的庇护，却忘了问他是否喜欢院中的风景。大小姐，许夫人派人来请，说是有要事，请您务必过去一趟。江姑娘，你来了，你快看看，这真的是我的遗书吗？江姑娘，有劳了。不用看了，是许一硕，他回来了。想好要安葬在何处了吗？我们不想再让一说死后还受人非议，不打算大办丧仪惊动太多人，已经暗中在护国寺附近的后山寻了一处清静地方，背山面水，很是幽静，想着就让一说安安静静的在那里长眠。那便走吧，我跟你们去一趟。就是这里了，江姑娘请看。可以。此处地气清正，远离纷扰，又有佛寺祥光隐隐照拂，就在此处下葬吧。开始吧。跟来的仆役和鬼卫推到100米开外。现在我让许一书与你们做最后的道别吧。一说，我的儿啊！爹娘，女儿不孝，若当初肯听你们一句劝，不嫁那王瑞，该有多好啊！不怪你，是娘不好，是爹娘不中用，护不住你啊！我的一说，一说，是爹不好，爹不该跟你赌气，不该觉得你嫁了便是泼出去的水，爹应该多派些人看着的，是爹的错。不，爹娘，是女儿错了，女儿错在太天真，错在自以为是的心悦能抵过人心险恶，错在伤了你们的心还一意孤行，这苦果何该女儿自己尝？阿兄，我走后你要好好照顾爹娘，你也要好好的去为好嫂嫂平安顺利的过日子。你放心，阿兄答应你。爹娘，女儿不孝，一拜叩谢父母生养之恩，悔子身任性妄为，泪双枪心血成灰，白叟放黑发，肝肠寸断。二拜叩谢父母不弃之恩，纵女儿忤逆远嫁，铸下大错，仍倾尽心力寻我骸骨，于我身后安宁净土。三拜辞别父母兄长，自此阴阳两隔，望爹娘勿再以我为念，珍重自身，福寿安康。女儿去了。准备好了吗？执念已了，无牵无挂。抱歉，时辰到了。爹娘，阿兄，你们放心，黄泉路远，但我不孤单，有孟家妹妹陪我，我们说好了一起走，路上做个伴儿，不会害怕的。魂兮归止，尘缘已清，怨会消散，灵庭自明。金凤玄章，开路隐形，晚生净土，齐。现在，请你们每人亲手为许一说添上一捧土，心中默念对他的祝福，这祝福会伴随他踏上往生之路。一说，我的儿，娘愿你忘尽此生苦，来世投生安乐家，一生顺累，无忧无愁。爹爹愿你魂归安宁，来生定要平安喜乐。小妹，安心去吧，爹娘有我，许家有我，愿你来世遇良人得善终，永不再受风雨摧折。阴阳有序，魂归有路，鬼门开。爹
娘、阿兄，珍重自身，莫要过于伤怀。女儿去了。各位节哀顺变，回去吧。大恩不言谢，江姑娘日后若有需要，许家上下绝不推辞。大师，您可算来了！这几日您不在，每日都有人来问您什么时候来呢，都是上回见了您本市的回头客，还有听了名声特意寻来的。这几日有事忙，今日得空便来卜3卦。大师，有件事得跟您说一声，承蒙您指点，我不日就要动身离开长陵，回我那老家去了。这摊子我已与老友说好，我走之后，这摊位就交于您来用。位置虽不算顶好，但胜在地段好，老客们也认这个地方。您看也好，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有缘。此符贴身佩戴，可挡一次寻常灾祸，佑你归途平安。多谢大师，多谢大师馈赠，小老儿感激不尽。从某种程度来说，江婉晴和楚彦泽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样的烦人。